在末世，一辆车子行驶在郊外的道路上，他们正是去往希望联盟总部的达里尔等人。只要今天将劳伦特护送到巢穴，那么达里尔在法国的使命就算是完成了。可事情往往不会那么一帆风顺，车子行驶在半路的时候却发生了故障。达里尔见状，只能将车子停在了一个村庄，打算下车修理。姐弟俩也是趁这个时间赶紧补一觉，毕竟这2天都没怎么休息。而伊莎则陪着达里尔。鲁格虽然不是专业的修理工，但凭借长年累月的奔波，多少也能瞧个大概。就这样，俩人一边修理一边聊起了天。期间，达里尔主动地谈起了他的祖父。在2战的时候，他的祖父应召入伍当了大兵，为法兰西献出了生命，这也导致他的家庭开始变得四分五裂。奶奶带着孩子艰难生活，父亲也逐渐变成了一个暴躁的酒鬼，导致他和哥哥在家暴的环境里长大。所以，上帝信仰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没有任何意义。他的祖父倒是有信仰，可却是死在了诺曼底登陆战役。聊到家庭和信仰，又听到努哥主动说起了自己的家庭，这让伊莎开始向他坦白了起来，表示一开始拿预言忽悠他当使者，是因为他看起来很凶悍，觉得这个男人有能力护送他们去往总部。达里尔也是哭笑不得，当时他就觉得这个女人在套路他，现在看来果不其然。不过事情都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他也不会去计较那些了。看着他那一副认命了的样子，伊莎使劲憋着笑，接着他又说出了一件事，表示那副用来证明劳伦有预知能力的话，其实是在达里尔来到修道院后，他才让劳伦特画的，目的就是进一步的让他相信劳伦特的能力。伊莎的坦诚直接给达里尔听无语了，不过那些都无所谓了，因为他压根就不是因为那些谎言才答应留下，而是他自己的选择。说着说着，便让伊莎帮他把大号的扳手递过来，可喊了2声，伊莎并没有回应他，他觉得纳闷，于是从车底爬了出来。原来是科登带人追了过来，他拎着达里尔的领子就往外拖，这才发现伊莎已经被对方给控制住了。达里尔见状心里暗道不妙，可士兵队长压根就没打算放过他们，决定先从劳伦特开始一一将他们处决。伊莎听后就想上前护住劳伦特，可一旁的士兵直接就给了他肩膀一刀，接着队长递给了科登一把手枪，让他亲手杀了这些人，为他死去的弟弟报仇。科登有些纠结，自始至终他想的只是找达里尔一个人报仇，现在让他杀2个孩子算怎么回事Don't do this, please. I'll go with you. On va faire tourner.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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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 Vas-y, dépêche-toi. Dieu vous aime. 谁也没料到，科登居然杀了士兵，就连达里尔也是一头雾水。不过此刻他仍不敢大意，自己这帮人的性命还在科登的手里。其实科登的内心也是挣扎不已，按理说他应该杀了达里尔为弟弟报仇，可劳伦特那纯真的眼神还是打动了他。Not today, Dixon. Next time. 最终他选择留有人性，并没有痛下杀手。就当他准备离去时，却发现地上有个怀表，弯腰捡起一看，发现上面正是圣米歇尔山，天主教的朝圣之地。他这才知道，原来希望联盟的总部就在那里，也是达里尔等人的目的地。接着他出声提醒道，向北走路的话只需要1天的时间。说完便收起了怀表，临走还不忘叮嘱他们把那辆车烧了，因为太容易追踪了。这迷之操作给达里尔整得有些懵，这家伙怎么突然转性子了？不过当下也顾不得去深思，还是先给伊莎包扎伤口要紧。很快天色暗了下来，伊莎的伤口也止住了血。他们听从了科登的建议，将代步的车子给一把火烧了，因为驾车的话确实容易被人追踪。现在他们决定步行前往巢穴。经过1夜的赶路，他们终于是抵达了海岸边，也看到了矗立在远处的那座小岛，那里就是希望联盟的总部巢穴。不多时，他们便来到了总部的门口，守卫早早的便将门打开迎接，里面的居民更是热情的迎了上来，纷纷为他们鼓掌欢呼，然后给他们每个人都献上了花环，这让4人都感到有些受宠若惊。这时，一个男人挤进了人群，然后亲切地向劳伦特打着招呼。瞧这架势，此人应该就是这里的首领了。得知了伊莎受了伤，他赶忙招呼人员帮忙，将受伤的伊莎带去医务室。随即众人开始朝着山上的教堂走去。这时男人注意到了达里尔，于是开口问道 Monsieur Dixon? His name is Daryl, and he doesn't speak French. Ah, bien sûr. The American. Welcome to the nest. I'm Lausanne. You French? No, Hoboken. Straight out of New Jersey. I came to Paris as a student in the 90s. 好家伙，没曾想希望联盟的首领居然是个美国人，可见这人的头脑绝对不一般。这时达里尔询问起了这里是否安全，因为热内的势力颇为庞大。洛桑则劝他不要太担心，他们已经提前做好了应战准备，想要攻打这里没有那么容易，当下还是先好好休息一番再做打算。而巴黎这边，科登独自回到了基地复命，他谎称自己一行人在追捕路上中了埋伏，对方人数众多，从4面8方冒出来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最后只有他一人侥幸活了下来。
可热内能当上法国最大势力的首领，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通过柯登刚刚的描述，他很快便断定对方在撒谎。如果遭遇了埋伏，他身上怎么可能一点战斗的痕迹都没有？而且刚刚说话的时候，眼神还总是飘忽不定。柯登一瞅老板的眼光竟如此犀利，自己编造的谎言不到3分钟就被拆穿了，索性他也不装了。听到柯登的真实想法，热内很是失望。他表示，希望联盟散播的不过是个童话故事而已，每个投靠他们的人都将会站在咱们的对立面。消灭联盟也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后人，让后人往后不再陷入斗争。所以我们不得不心狠手辣消灭掉他们。说着，他便问向柯登，询问巢穴的位置在哪。可柯登并没有要说的打算。看到他这么光棍，热内也失去了耐心。很快几天的时间过去了，伊莎的伤势也逐渐好转。劳伦特在这里交到了很多朋友，空余时间，达里尔还教起了这里的居民如何使用枪支。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达里尔担心的热内组织没有了动静，这让他把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开始好好的享受这难得的安逸。虽然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讲法语的，但并不影响他与人沟通。就这样又过了1周，这天洛桑找到了他，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表示有一艘渔船会在这2天路过这里，可以辗转将他送到纽芬兰。到那之后，剩下的就得靠他自己想办法了。由于时间紧迫，他想要搭乘这艘船的话，就得明早出发。达里尔思量了一番，热内已经掌控了法国所有的港口，单靠他自己很难突破封锁回家，眼下好像也只有这个选择了。Unless you've changed your mind. I got family waiting for me back home. Well, you've got people here who hope you'll stay. It's not so easy. Who knows what tomorrow will bring? An ocean away. The world being what it is. But we need you. Here, now. 达里尔知道洛桑希望他能留下来，可心系家人的达里尔还是摇了摇头。护送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剩下的斗争已经和他没有关系了，所以他打定了主意，决定明早就从这里出发。第2天清晨，他早早的起床，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趁着大家都在熟睡，然后悄悄的离去。机会难得，时间又如此紧迫，他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和他们告别。看着熟睡的劳伦特，他心里也是舍不得这孩子，但他出来这么久了，总归是要回家的。就这样，达里尔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回家的路。他顺着山路一直朝着北边赶路，到了晚上就随便找了个破旧小屋将就一夜。天一亮就继续赶路。在第2天的下午时分，他来到了一个山坡上，在这里他发现了一根孤零零的旗杆，上面还挂着一面破旧的美国国旗。达里尔有些意外，怎么这犄角旮旯还有这玩意儿？可紧接着他想起了什么，随即怀着忐忑的心情，他朝着那边走去。果不其然，和他猜想的一样，这里出现了很多墓碑。等他走近后才看清，每个墓碑上都刻着逝者的名字，还有他们牺牲的日期。达里尔心里确定了，这里就是诺曼底登陆的战场。突然他意识到了什么，难不成祖父的墓碑也在这里？有了这个想法后，他开始挨个查看每一块墓碑，可他转悠半天，始终没有找到。时间紧迫，如果这一次没能看到祖父的墓碑，那他肯定会悔恨终生。就在他焦急不已的时候，突然一块墓碑吸引了他的注意，上面记录的名字正是他的祖父。这一刻，他仿佛有了家的感觉，或许这就是血脉至亲的意义。即便身处他乡，此时的他也有了一丝归属感。就在他伤感不已的时候，一艘渔船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正是约定的船只。见此情景，他收起了悲伤的情绪，然后眼含不舍地朝着海岸边走去。等来到岸边后，他张开双手，开始大声呼喊着那艘渔船，而那艘船也发现了他，还朝他亮起了信号灯。看到这一幕，他放下心来，这下终于能回家了。就在他等待的时候，不料一只丧尸突然从草丛里站了起来，肯定是他刚刚的呼喊声唤醒了他。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又有好几只同样从草里站了起来。达里尔丝毫不惧，直接抡起流星锤就迎了上去。时间有限，他得尽快的清出一条下坡的道路。丧尸的数量虽然不少，但架不住他左右开弓，没2下便成功的来到了坡下。眼看回家的希望就在眼前，
他又怎么能让几只小小的丧尸拦住？海上的渔船越来越近，他也加快了脚步。可这时候，一道叫喊声响起，达里尔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差点以为自己幻听了。直到第二声响起，他才扭头看去，没曾想劳伦特这小子竟然跟了过来，还站在山坡上朝他挥着手。达里尔傻眼了，他本就放心不下这孩子，以至于离开的时候都不敢和他告别。可万万没想到，这小子竟跟他一路来到了海岸边，看了一眼即将到岸的渔船，他心里犯了难，是坐上那艘前途未知的船只，还是留下来继续保护劳伦特一段时间？随着镜头拉远，这个答案留在了达里尔·迪克森的第2集。而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个大胡子正骑着摩托疾驰在公路上。就在他无比潇洒的时候，身后却跟来了一辆汽车。大胡子深知在末世，陌生人往往是最危险的存在，于是他将油门拧到底，想甩开后面的车子。可后面的车子似乎知道他的意图，直接是加速，死死咬住了他。大胡子一瞅对方来者不善，随即心里有了对策。在拉开了一段距离后，他果断地停了车，然后掏出携带的步枪就扣动了扳机。一看车子被自己逼停了，大胡子也下了车，然后大声呼喊着让对方下来。他倒要看看是什么人敢这么嚣张。就在他举着步枪戒备地来到车前时，车门被打开了，随即一个女人举着双手从车上走了下来，正是咱们的老朋友卡罗尔。 The hell you want, lady? Don't want any trouble? I'm looking for a friend of mine. Name's Daryl Dixon. Never heard of no Dixon. That's his bike you're riding. Found it. It's come a long way trying to track him down. And I guess you got a long walk home, don't you? After I have a look through your stuff, now move. 大胡子一听这女人大老远的出来是为了找人，便动了打劫的心思。出远门肯定带了不少的物资。接着他让卡妈将后备箱打开，而卡罗尔也是全程配合，直接掏出钥匙打开了后备箱。大胡子一瞅，果然有不少东西。就在他弯腰去拿的时候，卡妈直接解开了封印。过了一会儿后，大胡子已经双手被绑的躺在了后备箱中，而卡罗尔则拿着步枪戳醒了他。 Easy, lady. Don't kill me. Where'd you get the bike? Swear to God, I traded some shit for it. With who? Some dudes. Can't back down the road a few miles. Go right when you see an old gas station. If you're lying, I won't be back.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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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说完这句话，卡妈直接把后备箱关了起来。她打算亲自去大胡子说的汽车修理站验证一番。而达里尔·迪克森的第1季就此完结，第2季也迎来了卡罗尔的强势加入。